恐怖的犯罪现场，疯狂的杀人动机，一通报警电话拉开了连环命案的序章。我是左手响指的 Loki， 让我带大家穿越到1978年全案的开始。故事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，这里是加州州府所在地，加州人口第5大城，因曾发现金矿而闻名。1978年1月23日，警察局的电话响起，一名男子尖叫着说自己的妻子被杀死了。于是警察快速赶到案发现场。报警男子名为戴维·沃林，和怀孕的妻子特蕾莎·沃林居住在2360号。下午6点，他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，到门口的时候，发现家里一片漆黑。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门，发现音响仍然放着音乐，自己的德国牧羊犬趴在地上等着自己回家，但妻子特蕾莎却不见了踪影。地毯上的一条通往卧室的污渍吸引了他的注意，循着污渍来到卧室门口，打开门后，他看到了这一生都无法忘记的可怕影像。他开始大声尖叫，并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来到现场的警察看到特蕾莎躺在卧室门后，全身是血，内衣被拉到脚踝，膝盖张开，肺部肝脏遭到多次刺伤，内脏被从肋骨下方的切口取出，放在遗体旁边，肾脏曾被取出，又被凶手放回了体内。遗体旁有一个废弃的酸奶桶，沾满血迹，估计凶手应该用它喝了受害者的血。周边的血迹呈现奇怪的血环，就像有一个桶曾经放在那里用来取血一样。侦查期间，当地警察向居民发出了注意安全的通知，但可惜的是1月27日，38岁的伊芙琳·米罗斯为了照顾自己20个月的侄子，以及接待自己的朋友当·梅雷迪斯，和邻居约定要把自己的儿子送过去帮忙照顾一下。到了约定时间，邻居发现伊芙琳迟迟未到，就带着自己的女儿一起来到距离凶杀案1公里的伊芙琳家里看看情况。敲开门后，屋里没有任何的回应。害怕的邻居找来路上的人，一起打开了伊芙琳的家门，同时也打开了地狱的大门。丹的遗体躺在走廊的血泊中，头上有枪伤，浴缸里边满满一盆血红的液体。伊芙琳的遗体一丝不挂地躺在她卧室的床上，双腿打开，头部有枪伤，腹部被切开，内脏被拿了出来，多个内脏被刺伤。地毯上血淋淋的小环表示，凶手再次使用某种容器收集血液。儿子杰森躺在床的另一头，头部有2处近距离枪伤，现场留下了与特蕾莎谋杀案相同的血脚印，但现场没能找到伊芙琳的侄子，只在染血的婴儿枕上发现了一个弹孔，他们的车也从房子前面不见了。FBI 任命传奇探员罗伯特和罗斯负责这2起恶性杀人案件。FBI 神探系列点赞上1万，我给大家安排上，点击小铃铛订阅，以免错过下一个奇案。回到案件，尽快找出伊芙琳侄子是他们的首要任务，于是对凶手做了初步的侧写。他们认为他是一个20多岁的白人男子，身材苗条，营养不良。他们确信犯罪的证据会在他的住所找到，他要么有精神病史或吸毒史，要么2者兼而有之，而且他有点孤独。他们认为他可能一个人住，很偏执，他是一个无组织无计划的凶犯。一些线索指向他可能患有精神类疾病，他甚至没有尝试销毁现场留下的证据，推断他甚至会穿着带血的衣服在外边走来走去。从混乱的现场来看，他的住所应该也会异常混乱。根据2处案发地点距离非常近，可以推定他没有汽车。他从伊芙琳家开走汽车，代表他是走到案发现场的，所以他应该就住在附近。他极有可能会继续杀人，一直到被抓住为止。随后，丹的汽车被发现遗弃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。根据周围邻居提供的线索，警探们完成了一幅凶手画像，并将画像散发给附近的居民。居民南希·霍尔登在看到画像时，想起了在案发当天，他遇到了曾经的同学理查德·特伦顿·蔡斯。理查德浑身脏兮兮的，情绪异常的激动，和回忆中那个勤奋干净的他截然不同。有些害怕的他迅速离开，但理查德紧跟他走向停车场，企图进入他的车内。恐惧的南希紧踩油门，迅速地逃离了那里。而现在手上的画像上，就是他看到的理查德。与此同时，从现场的弹壳编号查到了理查德于1997年12月购买了这支手枪，并于次年的1月购买了子弹。在第1场谋杀案发生的第5天，警探们开始调查理查德的背景，发现他有精神病史，
曾因私藏武器被捕，并从理查德公寓经理处得知，理查德的母亲为他租下了这间公寓，但他从来不让自己的母亲进入房间。他们来到理查德公寓的门口，理查德拒绝开门，警探们只能假装离开，悄悄在暗处监视。不一会儿，理查德抱着一个箱子走了出来，警探立即制服了他。他们注意到他的衣服上有大量深色污渍，鞋子与携带的手枪上沾满了鲜血。在他的后口袋中找到了受害者的钱包和一双乳胶手套。他拿在手中的盒子里放着血迹斑斑的纸片和破布。探员把理查德带到警局审问，但理查德只承认自己杀了几只狗后就拒不说话了。为了能尽快找到失踪人员，警探申请了对他住所的搜查令，希望能从那儿得到一些线索。但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整个房间都是理查德犯罪的血证，几乎所有东西都沾满了血迹，包括食物和酒杯。在厨房里，他们发现了一些人类的骨头。冰箱里存放着一些身体部分做的菜，一个瓶子里装着人类的脑组织，电动搅拌机里充满了血块碎渣，3个宠物项圈，但没有发现动物。桌子上堆满了科学书籍中人体器官的照片，一本日历上在2起谋杀案那天被标注了今天的字样。令人不寒而栗的是，在日历上还有44个日期也被标注了这样的标记。理查德出生于1950年5月23日，从小喜欢放火和折磨动物。他有一个妹妹，比他小4岁。他的父亲是一个严格的人，经常和妻子争吵。理查德10岁开始捕杀流浪猫，并很快学会了喝酒和吸食违禁品，缺少是非观，对自己造成的破坏没有任何愧疚。高中时，理查德发现自己无法在性上有冲动，精神病医生告知问题根源是太过压抑而产生了精神疾病。事后，理查德没有做任何的治疗，反而通过暴力来满足自己的嗜好。成年后，父亲为他买了一套公寓，并把他赶出了家。在新家无人监管的理查德开始捕捉周边的流浪小动物，生吃它们，并把它们榨成汁喝掉。他相信不这么干，他的心脏就会消失。1975年，理查德将吐血注入静脉，引起血液感染，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。有一次，护工发现他从窗户抓了2只鸟，折断了它们的脖子，并吸了它们的血。工作人员们开始称他为德古拉。在接受药物治疗后，理查德被认定不会对社会造成威胁，于1976年交由父母看护。期间，他的母亲觉得理查德已经康复，于是让他断了药，随后为他在附近租了公寓，让他住在那里。在此期间，理查德再次折磨流浪动物以及邻居的宠物，并生食了它们，多次用电话联系邻居，向对方描述自己凶残的行为。与此同时，他开始停止清洁自己，疯狂地迷恋枪械以及连环杀人犯，并购买了多把手枪。1977年的一天，理查德敲开了母亲的门，在母亲面前残忍地杀害了一只流浪猫。他的母亲冷漠地关上门，随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此事。1977年8月3日，理查德赤身裸体，在自己的身上涂满了牛血，提着枪支和一桶牛肝，在闹市区奔跑尖叫，随后被逮捕，因精神病记录被释放。1977年12月27日，他向别人家开枪后逃脱，幸运的是没人因此受伤。2天后，一名51岁的工程师成为了理查德第1位受害者。他在帮妻子提菜的过程中，被理查德驾车射击后死亡。逃脱的理查德越发疯狂，于是开始了更可怕的随机连环杀人。1978年1月23日，理查德来到特蕾莎家，发现门没锁，于是推门进入，看到了准备倒垃圾的特蕾莎时，他举起手枪对特蕾莎开了2枪，一枪射进了手掌，一枪击中了脑袋，随后又向她的太阳穴补了1枪。然后他从厨房拿了一把刀，从垃圾袋中取出了一个空奶瓶，将遗体拖进了房间。2天后，他从邻居那儿买来2只小狗，杀死并喝了它们的血，然后把尸体留在了邻居的草坪上。1月27日，理查德进入伊芙琳家中，依次枪杀了4人，并带走了所能带走的血液和人体。1978年3月24日，受害者失踪的侄子在一个盒子中被找到，遗体遭到了可怕的破坏。理查德在随后的审讯中承认了所有的罪行，包括但不限于杀死并生食受害者，在厨房用榨汁机把从犯罪现场带回来的人体组织和血液加工喝下，并对带回来的受害者犯下了更加可怕的罪行。他坦白自己的犯罪动机是他肥皂盒下的液体，告知他中毒了，需要吸食人血才能解毒，否则他的血液会变成粉末。经过10多名精神病学家的检查，认定他为反社会人格，而不是精神分裂者。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甚至会为此感到不安。1979年1月2日，审判开始，理查德被指控犯有6项谋杀罪。在长达4个月的审判后，5月8日，理查德6项谋杀罪成立，被判处死刑。1980年圣诞节后2天，
理查德通过收集药物在监狱自杀，结束了自己狂乱且恐怖的吸血鬼一生。FBI 在审问中曾问理查德如何选择受害者，他回答道：“我一家一家去试着开门，如果门能够打开，代表他们欢迎我。看视频的你，门窗锁好了吗？给自己的安全多一点关注，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。”我是 Loki，我们下期再见。